男人短命的元凶，尤其是我们认为象征财库的大肚子，而血糖报告看似及格，却隐藏着代谢失衡的危机。现在很多人选择极端不吃淀粉，但这种方式却被医生认为有风险。我们努力每天日走1万步，其实效果不如简单的重训吗？欢迎来到 COVID 国际医学解码，我们整合了《纽约时报》最新的专访报道，要带大家了解更全面的健康观点，并邀请出日诊所的李唐月医师，从台湾人的数据出发，解码被忽略的医学真相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份报道 Obesity is killing American men。 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位160公斤的男性 Eric， 他患有第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，但他之前即使明显过重，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去看医生。这个不是个案哦。报道指出，美国有40%成年人患有肥胖症，但是寻求医疗协助的男性，无论是手术或是药物，都只占了2%左右。康奈尔大学的 Louis Aaron 博士强调，为什么男性的肚子特别危险？因为脂肪分布有所谓的性别差异，女性的脂肪都囤积在臀部和大腿的皮下脂肪，甚至对代谢有保护的作用，但男性的脂肪多挑腹部深处的器官下手。这些内脏脂肪不只是赘肉，更会产生发炎分子和游离脂肪酸，影响肝脏和心血管的健康。在台湾，19岁以上的成年男性有高达 58.8% 的人处于体重超标的状态。这颗肚子其实是身体里隐藏的慢性危机。医师，在台湾的传统观念我们常常觉得能吃就是福，但是亚洲男性的内脏脂肪问题到底跟欧美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啊？在亚洲男性通常会胖在内脏，因为我们有观察到，即便是同样的 BMI， 可是亚洲人的体脂率就会是比较高，也会比较容易倾向去堆积这些内脏脂肪，所以本质上其实不太相同。所以亚洲人跟欧美人不同，然后男性跟女生又不同，是这样？对，但是在台湾还是有观察到的现象，就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，腰围过粗的比例都是逐年在上升。它可能就暗示你的内脏脂肪是越来越多的。如果你拿欧美人或跟亚洲人比较，当然还是主要是基因占比是比较大的。那另外就是我觉得跟饮食的习惯也有关系，很多精致的一些碳水化合物，或是我们是手摇饮料王国，这种无形之中我们认为已经习以为常的饮食习惯，或是我们认为的美食文化，都会去加速这些内脏脂肪的堆积。我们在诊间观察到很多所谓的瘦胖子，其实他手脚真的是细的，可是实际上你做很详细的体组成分析的时候，是3D 的身体的扫描，就发现他的腰围往往是过粗，超音波一看下去就会有脂肪肝、脂肪胰，内脏脂肪是非常多，全部都是超标的。医生有没有什么例子是可以再讲，就内脏脂肪它跟皮下脂肪成因的不同？那举个比较极端例子，就是相扑选手，他们有去帮相扑选手做一些身体的扫描，发现其实大部分脂肪还是都集中在皮下比较多，基本上体重可能是100，他们体重很重。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，他们一旦退役之后，没有在这么高强度训练，或是积极的去做一些饮食规划的时候，那些皮下脂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堆积到内脏去，所以他们往往就会开始遇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，一些三高代谢的问题，他可能寿命都会比较受到影响。那既然就是肥胖它的危险会那么大，那我们很多人会选择节食嘛？是不是这个少吃的这种直觉反应，其实它有可能反而会越减越胖？为什么没办法无限制的少吃？因为你的荷尔蒙会反扑，你身体会开始启动一个机制，促使你去多吃。比如说，它会把跟进食有关的饥饿素开始比较大量的制造，或者是它会把所谓的受体素降低。受体素就是我们脂肪细胞自然的一个饱足的讯号，告诉你身体脂肪存量够，不要再去吃。可它一旦把这个讯号降低之后，你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大量的进食。这也是为什么门诊有人跟我说，医生我少吃好像效果不错哦，可是我坚持了2-3周、3-4周之后，我突然开始食欲大开，开始报复性的饮食。少吃最危险的是，如果你单纯只是降低热量的摄取，而不去兼顾到饮食的品质的内容的话，你也可能在少吃的过程中大量的肌肉流失，那终究就是减肥失败。谈完肥胖，我们来看一个更隐形的危机。杜克大学的 Susan Spratt 教授对于高血糖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，就像是把含糖饮料洒在地板上，地板会变得粘稠不堪。这就是血糖每天在对你的血管做的事。Why controlling blood sugar is crucial。报道指出，全美有高达1/3的人处于糖尿病前期，但大多数人毫无自觉。原因是身体有强大的代偿机制，当血糖持续波动，细胞对于胰岛素越来越不敏感，分泌更多的胰岛素，把血糖压回正常的范围，这就是所谓的胰岛素阻抗。造成的结果是，你的健检数字看起来及格，但是胰脏早已经在超负荷运转。这个假象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尤其危险。医师，像报道说美国的糖尿病血型状况非常严重，那台湾状况还好吗？比例上其实跟美国我认为不会相距太远。
其实，在台湾根据统计，大概有1/4的人已经算是糖尿病的前期哦，1/4，也就是说大概有将近500万人上下已经走在这个很粘稠的血管壁上，所以这500万已经是糖尿病的预备军。然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没有什么特别会踩到的雷啊？那我觉得在台湾饮食的状况来说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国民美食肉霸崩，白饭加上大量的卤肉。那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过量，又加上油脂，就是一个锁住你的内脏脂肪，让血糖上升的完美公式嘛。那如果你没有吃卤肉饭，你喝一杯饮料，比如说你喝一杯微糖的手摇饮，或是你可能无糖加料，听起来很健康。可是说饮食中还是会吃到很多所谓的高果糖的糖浆，其实可以直击你的肝脏，它会让这些糖分直接到肝脏转换成脂肪储存，脂肪肝后续引发一些内脏脂肪过量问题。那糖尿病的前期一定是潜在的客户。刚刚有一个很有趣的是，白饭是精致淀粉还是属于一般的淀粉？我认为白饭在没有糖尿病或是胰岛素阻抗严重的身上，它是一个很好的碳水化合物来源，也是我们一般外食族最容易取得的一个碳水化合物之一。但是如果你把白饭加上别的食物，比如说像卤肉，或是你把白饭做成炒饭，那个白饭可能就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来源。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进食的生理时钟也不一样，我们往往很多大量的热量都是集中在晚上的时候才会摄取。那晚上应该是你身体要修复胰岛素要开始平稳下来的时候，你又强迫它去加班，那你的血糖可能在半夜也没办法好好的去稳定下来，那你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。医生有没有建议晚上大概什么时间点就不要再吃东西？因为我们需要让肠胃道系统有时间去消化，而且你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身体要进入睡眠的状况，所以一般提醒在睡觉前3到4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。报道还有说啊，就是健检报告它会骗人，我们要怎么揪出这种潜在的血糖危机啊？我觉得除了血糖正常以外，你应该要搭配其他的指标去看。像是什么指标？代谢症候群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，例如你有没有腰围过粗啊，体重有没有失控啊，或是你的血压是不是已经稍微有点偏高了，血里面的三酸甘油酯是不是有增加，或者你好的胆固醇是不是看上慢慢有在下降，这都是一个可以同时搭配去判断的指标。前2段我们谈了肥胖和血糖，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那就戒掉淀粉吧。但是 Why many doctors don't like low carb diets 报道中，哈佛大学营养与流行病学教授 Frank Hu 博士指出，许多人实行低糖饮食时，会摄取过多的红肉和饱和脂肪酸来取代碳水，可能导致坏胆固醇飙升，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与死亡风险。Dr. Mozaffarian 的结论是，与其戒掉所有的碳水，不如留下好的那些，你会瘦得慢一点，但是你会更健康。例如同样是燕麦，未加工的钢切燕麦，升糖指数就远低于日常使用的即食燕麦，差别就在于加工程度。这个观念放在台湾的饮食习惯里，需要再更深一层的解码。医师，我想要请问，从临床角度来看，不吃碳水到底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？如果你是完全连一点点碳水化合物都不吃的话，身体很容易遇到几个状况。第一个是，当然你初期如果真的减重这件事情，效果会是不错的，因为伴随着肝糖的燃烧跟水分的流失。可是如果你过了2-3周之后，长时间这种没有摄取碳水，会有很强的疲惫感，或是你的整个生活状态会变得非常低落。因为碳水它本来是一个很高效的能量货币，我一个劳力密集的工作者，他没有吃这些碳水，他就觉得没办法去应付他的劳力的工作。那如果时间再延续更长的话，你可能开始会出现荷尔蒙的问题，你的身体的尤其像皮质醇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抗压荷尔蒙，可能就开始往上暴冲。那抗压荷尔蒙是维持你身体生存的一个荷尔蒙，那就是我们要储存能量最有效的模式是脂肪，所以你堆积脂肪的速度也可能也会加速。那在台湾啊，像是饭啊、面食啊，这种很难避开。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们这种外食族去摄取淀粉这件事情？如果很难避开，那就不要避开嘛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做到2件事情，就不用避开白饭。第一个是你改变你进食的顺序，我们常讲，你先吃肉，先吃菜，然后再吃白饭，等于说让你的肠胃道先得到这些蛋白质跟纤维质，产生一个保护网之后，你再去吃这个白饭，它比较不会引发大量的血糖跟胰岛素的波动。第二个是把握进食的黄金时间。我们可以把这些淀粉集中在早上或中午的时候去吃，因为你吃完之后你要应付日常的活动啊，可以把这些能量去使用完毕，而不要说把大量的淀粉都集中在晚餐的时候摄取，因为你晚餐之后就准备要休息睡觉，没有去消耗的时候，那就比较容易会产生身体的负担。光是2件事情的改变，我觉得对大部分没有糖尿病或是胰岛素阻抗来说，这样就够了。那有没有什么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东西，其实它不一定健康？我们诊所的经验啊，比如说地瓜，听起来是一个有纤维质，然后圆形的一个碳水化合物，健康餐盒里面都有地瓜。我们看到有些糖尿病人把它拿来当成碳水化合物的主食的时候，血糖上升速度还是非常的快。
这也是我们常讲，有时候你要去测试才知道。那所以有些看似很健康的东西，实际上对身体的反应不见那么健康。那我讲一个是健康便当最常见的紫米饭。紫米其实它是比较像是紫糯米啦，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认为只要颜色不太一样，紫色可能就有些像花青素、植化素的东西。那实际上真的会有这种东西的是黑米，并不是外食容易取得的东西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外食的饮食技巧，我也整理了一份外食饮食攻略，现在只要点取右上角就可以免费领取哦。吃对了之后，运动这一块也需要重新认识。在《How to Manage Your Blood Sugar with Exercise》报道中，耶鲁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单纯的有氧运动如散步、慢跑，虽然能够降低血糖，但是在控糖效率这件事情上面，负重训练的表现更好。原因就在于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海绵，运动时肌肉细胞能够直接从血液里抓取葡萄糖来使用。肌肉量越大，就像是让身体拥有更大的葡萄糖利用空间，有助于稳定血糖。而且研究发现，餐后30分钟是运动的关键时刻，能够有效压住餐后血糖的峰值。但这个研究结论放到台湾的运动现状中，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落差可以被讨论。请问单纯的走路啊，还有重训之间，在血糖的控制机制上面，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？你要让血糖下降，进入到你的肌肉里面，其实需要一把钥匙，叫做胰岛素。打开这个葡萄糖的通道之后，让血糖能够比较快速进到肌肉里面去，暂时的储存，转换成所谓的肝糖。可是重训可以跳过这个路径，想象就是用脚把这个门踹开的感觉，不需要那一把胰岛素的钥匙。所以重训本身在控糖的时候，那个效率是比较高的，而且不需要依赖胰岛素的作用，所以本质上是不同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在重训，你的这块海绵是有一个上限的吗？我们人体暂时储存血糖会有几个地方，像是肝脏跟肌肉，它能够储存量因人而异，大概就1公斤左右之类的。我们讲走路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天花板效应，他们有去统计哦，你走到7600，大概到接近8000步的时候，对于健康的好处就会达到一个天花板。所以我们常说，如果你餐后想要去走路降血糖的话，大概我们就走个15分钟、20分钟，效果就很好了。像我们这种每天都要固定上班的上班族啊，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稳定血糖？如果你没有空间深蹲，你就是做简单的垫脚尖。你垫脚尖会强迫你的大腿肌肉去收缩嘛。另外就是办公室总是有楼梯吧，吃饱饭之后楼梯快速的上下大概5分钟，去提高你的心率。发现这种短暂的高强度的活动，所谓的运动的点心，也就是对控糖或者是健康的改善都有很大的效果。那第二个时候还是可以推荐做一些居家简单的阻力的训练，是不需要依靠器材的，比如说你徒手的深蹲、棒式啊、弓箭步啊，或是简单的一些弹力带、壶铃，这都是不需要上健身房的。但我们以前常常会说，吃饱饭后动很容易会什么胃下垂，那最好的时间点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做的是比较轻量的运动，它其实不会让你胃下垂，它反而会帮助你消化。所以很多人喜欢在餐后做超慢跑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如果你要去做的是重量训练，会增加所谓负压的训练的话，我建议至少要隔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以上。今天从《纽约时报》到初日诊所的临床观察，我们总过了肥胖、血糖、饮食、运动4个环节，发现健康不是靠意志力苦撑，而是需要看懂数据，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，做对的运动。医师，最后我想要请你针对那些正在为自己的健康感到焦虑的观众，给他们一个核心的建议。那我提醒2件事情，就是第一个是我们今天节目有提到，东西方人是不一样的。那男生跟女生，或者你跟我，每个人的肥胖原因跟代谢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要拿别人的考卷跟方法来照抄，因为你不一定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。但是要记得是方向会比速度更重要。我们只要方向对了去做，不用说急着要在1个月、2个月之后达到效果。所以我觉得要让自己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去改变你自己的身体。那第二个是不要过度的去责备或限制自己。像我们提到，你如果想吃白饭是可以吃，但是你只要做一个饮食顺序跟内容调整，不一定要让自己在饮食或生活上受到很大的限制，才能够去达到减重的效果。如果你也想要精准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，不再盲目试错，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预约初日的控糖减重门诊，用科学的力量找回身体的自主权。Coffee 国际医学解码，我们下集见。